大人们想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那就一定得点赞收藏我给大家精心总结的这些情感干货。人一旦过了35岁，真就不能一门心思只追爱情了。好多人觉得爱情就是生命的全部，可实际上爱情跟谁谈，到最后都大差不差，终究会回归到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里。那种一时上头带来的快乐，真不值得咱们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追求。你仔细想想，为了那点激情，搭进去自己的时间和金钱，到最后可能啥都没落下。咱倒不如把这些精力用在赚钱上，有了钱，咱选择的余地就多了。或者选择一个人静静待着，在安静的时光里沉淀自己，好好思考人生。也可以去旅游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，开阔自己的眼界。再不然就坚持健身，让自己有个棒棒的身体。这些能长久拥有的快乐，才更值得咱们去追寻。在感情里，千万别想着去改变你的另一半。好多人在恋爱或者婚姻里，总想着把对方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可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儿。要么一开始选择的时候，就好好掂量，看看对方是不是你能接受的人；要么就接受他本来的样子，把人很难改变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。毕竟一个人的性格、习惯啥的都是长时间形成的，不会因为你的要求就轻易改变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婚前没有的东西，婚后基本也不会有。好多人恋爱的时候，总听对方画大饼，承诺以后会给你这个那个，可到最后往往都实现不了。所以咱要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现在就有的东西，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。毕竟生活很现实，没有物质基础，很多美好的想法都只能是空想。女性朋友们可千万别做全职主妇，这风险真的太高了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有良心的男人可不多。一旦你成了全职主妇，就意味着你没了经济来源，完全得靠丈夫。要是有一天婚姻出了问题，你会发现自己特别被动。女性只有经济独立了，在生活中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还有啊，别给男人花钱。有些女生觉得给男人花钱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，可男人往往不这么想。他不会觉得你是在帮他，反而会觉得你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才选了他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而你很廉价。所以在感情里，咱一定要保持清醒，别盲目的给男人掏钱。当你的伴侣既不养家，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，你就别犹豫，赶紧离开。好多人会拿孩子当借口，觉得为了孩子得维持这段婚姻，可实际上孩子不需要一个没责任没担当的爸爸，孩子会有样学样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没好处。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你更得勇敢的离开，别花穷男人的钱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钱就是命根子。要是你跟他分手，他可能会因为钱的事儿跟你纠缠不清，让你脱层皮。在感情和金钱的事儿上，咱一定得谨慎处理。离婚后就别再结婚了。现在女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有自己的事业，兜里有钱，还有可爱的孩子，而且还是单身。这样的生活没人管住你，你可以一直谈恋爱，但不结婚，不受任何人的束缚，简直比神仙还自在。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只要你的男人沾染上黄赌毒或者有家暴行为，不管是哪一样，你都得马上离开。人一旦染上这些恶习，很难改掉，他可能会暂时妥协，跟你保证会改，但这往往只是一时的。过不了多久，可能就又变回老样子。你要是不赶紧跑，接下来的日子就会像在地狱里一样，全是痛苦和折磨。男人的钱在哪，心就在哪。如果他赚的钱都交给你，那你就可以放心的认为他的心在家里。这种有责任的行为能打败99%的男人。现在外面有太多男人1分钱都不往家里拿，还欠债、家暴、花心、坑老婆。所以如果你的男人能把钱都交给你，那真的是很难得的。永远别吃回头草，你之前因为啥分开的，后面还是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分开。那些吃回头草的人，没一个过得好的。过去的感情既然已经结束，就别再回头了，勇敢的往前看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幸福。最后，你可以图一个男人的钱财、资源，甚至是样貌，但一定不能只图他对你好，因为对你好是最不靠谱的，没人会一直对你好。到最后，只有自己对自己好才是最实在的。所以在感情里，咱一定要先爱自己，再去爱别人。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些情感干货记在心里，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。